我把萧恒睡了，趁他没醒，给他留了一锭金子和一句话：你要再敢纠缠我，我就把你打得爹妈都认不出。我是长公主景华，刚刚被我睡的人是将军府的公子萧恒，我们俩从小就不对付。我上房揭瓦，他出门告状；我骑马射猎，他说杀生浮浅。明明生在武学气息浓郁的家族里，却硬生生考了个文科状元出来，不仅入了心眼贼多的文荒派系里，还成了他们的头官至丞相。昨天刚上任，我还收到了请帖，于是为了社交礼仪等问题，我只能心里面上笑嘻嘻的参加了他的生日宴。结果一入宴会深似海，从此清白是路人。在文武百官想推销女儿给他，问他喜欢什么类型的时候，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说长公主这样的。全场静音，我毫不客气的当场揭穿，别骗鬼了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他忽而一笑，一脸的受伤又深情。我知道的，你永远也不会相信我。我靠，这人耍阳谋！我气呼呼地甩开他的手，我的夫君一定是个身材健硕、功夫了得的男子，才不要你这样文弱的书生。于是当晚他就夜闯公主府，告诉我他如何身材健硕，然后我一个没把持住，知道了他功夫了得。这还不算完，完蛋的是情到浓时，他说：殿下，我好想把你关起来，让你只属于我。硬生生让我在夏日里打了个寒战，瞬间醒了。所以为了以后的好日子，我决定破财消灾，放下狠话，杜绝一切可能。野我就只值一锭金子？萧恒铁青的脸质问我，虽然这财破的有点少，但我顶着满头的金灾，理直气壮。你要知道，我很穷的。萧恒沉默了，我见他不走，只好忍痛又掏出一枚金子，给你，你我从此两不相。我的后颈被他拽住了。他说，你要对我负责。负责是不敢负责的，于是我直接履行之前的狠话，叫来公主府108个侍卫，把他给打，被他全部打了出去。说好的文弱书生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呢？我惊诧，你什么时候功夫这么好了？我父亲是郑国大将军，母亲是第一女将，我身为他们的儿子，会点武功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平时也没看到你动武啊。因为我可以仅凭一张嘴就能让他们缴械投降，为什么还要花力气跟他们武斗呢？不雅啊。我说的好有道理，真毫无用武之地。他忽然叹了一口气，有些失落。景华呀景华，你果然对我关注甚少啊。我这突然冒出来的愧疚感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我不能深陷他的圈套。我谴责萧恒，你不过是藏我的貌美如花、可爱迷人，爱的根本就不是我的灵魂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接受你这种别有用心、目的不纯的感情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以攻为守，反将他一军。我的孙子兵法可不是白学的。然后我就被他扛进了卧室里，瞬间成了孙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殿下，您不是说我对您别有用心吗？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决定这段时间都住在公主府，我想让您看看我对您的思想如何单纯。我不干，但奈何我的侍卫打不过。第二天，花园里我每天必经的路上，萧恒提枪练武，穿的还特别薄，露出那么一点点胸膛和锁骨，再配上他那张帅脸，哦哟，别人练枪都是打打杀杀，他练枪就是嘿嘿。不行，我要抵挡住诱惑，秋娘把这花园给我封了。结果第3天，他就在我房门口练枪了，如此的明目张胆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决定反击，让秋良端来了一个大西瓜，开始吃瓜看戏。吃着吃着，他停了，我露出了胜利的笑，扬眉，不练枪了。他伸手用指腹摸了一下我的唇角，趁我不注意，打横将我抱起，笑。殿下，我发现我确实是对你目的不纯呢。就说嘛，等等。然后我们就一起目的不纯了。这样不行，我痛定思痛，决定将萧恒赶出公主府，结果根本不在。长公主殿下，萧丞相很早就走了，不仅叮嘱奴婢说您昨晚没睡多少，让奴婢不要叫您起床，还什么？还让奴婢炖只老母鸡，等您起来了好好补补。
我直接掰断了手中的簪子，决定跟这臭男人势不两立。我被招进了宫，面见了已成皇帝的皇帝，他一见我就十分兴奋。阿姐，你猜我为你做了什么？我给你和萧恒赐了婚哦！晴天霹雳，我呆立当场，他还在那边叨逼叨。阿姐，你这几天不是一直让他留宿公主府吗？他今早一早过来就问我，说向我求一个名分。我看他条件不错，又跟你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的，就赐婚了。他一脸的得意和豪爽。怎么样，你老弟我可以吧？我一口老血卡在喉咙，可以，很可以。谁让你赐婚的？圣旨呢？应该没传出去吧？被萧恒拿走了呀，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了呀。皇帝说着，而后瞪大了双眼。等等，阿姐，你不会是吃了不想负责吧？虽然以他的身份，就算是清白没了，也依旧不愁娶，但你也不能当渣女啊！天要亡我！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更何况我面对的是那种心似深似海的腹黑男，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我决定逃婚。长公主，这东西太多了，带不走啊！这哪里多了？才装30车，你再交20车过来，绝对能把剩下的装下。秋娘无语凝噎地看着我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决定轻装简从。行吧，后面的都不要了，就带30车吧。殿下，这是做什么？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，我转头看去，便见萧恒手拿圣旨，笑着看着我，我吓得手一抖。你们身后108个侍卫齐齐后退了3步，不是1步，是3步。你们这群没出息的，迟早换了你们。我又被扛进了公主府。萧恒，我告诉你，我……嘘。萧恒俯身环住我。我昨天呢，一晚没睡，今天早上还要去跟皇上偏圣旨，给同僚发喜帖。我现在有点累了，你让我在这儿休息一下，好吗？他的脸近在咫尺，薄唇挺鼻，睫毛纤长。我吞咽了一下口水。等等，骗！你也知道这是骗？哎呀，毕竟啊，我对你是别有用心。如果不使点手段，用尽心机，又怎么体现出我的目的不纯呢？我说的好有道理啊！第二天，我还是离开了公主府，但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被一个彪形大汉夹在一侧，绑着走。守了3年，终于守到萧恒不在公主府了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他3天没洗澡啊！想想大夏天的，这大汉3天没洗澡，刚刚还与我的侍卫打斗，浑身是血是汗，我被他夹在腋下，那味道直接把我熏晕了过去。晕之前我想，公主府的侍卫确实该换了。我再度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被绑身在破庙，有无数身着黑衣的刺客，其中一男子站在我的跟前。锦华，许久不见呀！我瞪大了双眼，冷汗瞬间流了下来。钱太子，你绑我做什么？我皇帝已经对你开恩，不追究你的谋逆之罪，还给你了一块地，让你做闲散王爷，你怎么还不知足？那皇位本来就是孤的，若不是你和萧恒从中作梗，我会沦落至此，去那边陲之地吗？钱太子阴森森的笑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那皇帝和萧恒都很在意你，一定会为了你束手就擒吧？笑死！若不是你平时残暴不仁，让父皇失望透顶，他又怎会废了你的太子之位，另立皇帝为太子？是你自己作？住口！钱太子满脸狰狞地抬起手，手下败将也敢放肆？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皇帝萧恒都会替我报仇。若敢拿我威胁他们，我就直接抹脖子自尽。我叫你住口！钱太子的手落了下来，我闭上了眼，我的脸要肿了。却忽然响起了利剑破空的声音，钱太子惨叫，温热的液体洒在脸上。我睁开了眼，见破庙外，我的死对头萧恒背着光，骑在高大骏马上，手持弓箭朝这里奔来，星眉剑目薄唇，一马单先，而他的身后是皇帝和亲兵。阿姐，钱太子的肩膀被利器刺穿，正捂着伤口，身边的刺客们纷纷聚在一起，保护在他的身旁，也顺便将我拉到了破庙后面。扑通，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
完了，又被这死男人色诱了。我捂着脸，有些烫。钱太子说：“带着他走。”笑死，根本走不了，因为萧寒拉满弓，咻咻咻的又放倒了几个人，之后提着长枪抵在了钱太子的脖子上。大胆，姑奶！钱太子还想抵抗，试图挽尊，萧寒直接一枪秒了他，干脆利落，不给任何人反应机会，连皇帝都瞪大了眼睛。萧何你，钱太子路遇马匪身死，我等悲痛。虽其有大过，但念其皇族血脉，未显皇恩浩荡，以郡王之礼厚葬，封不宁王，望皇上批准。一句定了钱太子的死法，特别是那不宁不得安宁，取得好啊！我感觉自己有些腿软，站不稳了，心蹦蹦的跳。萧寒直接拉起我上了同一匹马。殿下，受委屈了，臣送您回去。还没等我反应，他就一甩马鞭，驾！风在耳边呼呼的，很大也很凉爽，但我还是觉得热。为了缓解这种感觉，我问：“你不是说打打杀杀不雅吗？今儿怎么这么干脆利落，不用嘴解决了？”因为用嘴比较耗时。妈耶，为什么我感觉更热了？我躺在床上养伤，宫里也送来了许多补品。萧寒正坐在我的床头给我喂药，我不想喝，就盯着他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想目的不纯吗？我转过头躺下，扯了扯被子，就想了怎么地，你还敢拒绝我不成？不敢，殿下，先把药吃了吧。唉，我壮士无意的清了清嗓子。既然皇帝都下旨赐婚，大家也都知道了，为了皇家颜面，我也只能嫁给你了。但先说好了，婚后我想去哪玩就去哪玩，你不能像之前说的那样关着我。萧寒有些诧异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关着你了？我炸毛，你还敢不承认？那天晚上我们，你不是说了吗？萧寒似乎想起来了，但没说话，只盯着我，而后无奈的笑出了声。我莫名其妙，你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殿下如此可爱，不娶回家关着可惜了。我猛地坐起，你敢？不敢，在这世上啊，也只有殿下关我的份儿，哪有我关殿下的？所以殿下，您是想用绳子还是铁链呢？我脑子里忽然生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念头。停！我躺下，用被子蒙住脸，挥挥手，你跪安吧，我要睡了。他直接握住了我的手。吃药。果然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喜欢得寸进尺，但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我得意的一挑眉，刚才说了那么多话，这药肯定凉了，良药伤身，你不能这样谋杀未婚妻呀。萧寒沉默了一会儿，罢了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站起身走了，为我的小机智点赞。就是刚刚说了太多话，现在口有点渴，偷偷喝点水。过了一会儿，萧寒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，我赶忙上床闭上眼装睡，然后就感觉他来到了我的床前，还听到了碗放到桌子上的声音。果然又端药过来了，不过我睡着了，跟老娘斗还差800。他吻住了我的唇，我瞪大了双眼，有药送了进来。好苦，这个心机男。乖。他抓住我的头，又喂了一口，冰凉柔软的唇，温热的药，有点上头。这死男人，下次我一定把场子找回来。